每天一篇深度人物传记。今天我们来聊聊24史中唯一一位褪去红装、披甲挂帅，与王侯将相并列的绝世女将军秦良玉。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史中，女性的命运往往被严丝合缝地折叠在《列女传》那令人窒息的规训里。她们的名字大多被抹去，生平被简化为节烈、守贞的惨烈切片，仿佛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给男权社会的道德牌坊添上一抹刺眼的猩红。但唯独这个女人硬生生劈开了这道沉重的铁幕。她没有被塞进后宫的脂粉堆，也没有被定格在死寂的牌坊上，而是一身银甲，手执百杆长矛，在冰天雪地与尸山血海中完成了一场最极致的道德殉道。一个统治了276年，曾经带甲100万的庞大帝国，在他即将土崩瓦解的末日黄昏，满朝的王侯将相、须眉男儿皆如风中枯草般瑟瑟发抖。最终替这个王朝流尽最后一滴血，撑起最后一点尊严的，竟然是一位来自西南深山的土司夫人。这并非仅仅是一场属于女性的罕见胜利，从更深邃的宏观视角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帝国走向穷途末路时最为深刻的悲哀与荒诞。公元1574年，大明王朝的日历翻到了万历2年。此时的帝国在首辅张居正的铁腕改革下，正回光返照般地呈现出最后一次烈火烹油的繁华。东南沿海的丝绸与茶叶换来了源源不断的白银，京城的勾栏瓦舍里夜夜笙歌。但在这盛世的表象之下，帝国的根基深处早已爬满了明教僵化、党争倾轧与土地兼并的蚀骨蛀虫。武备松弛，畏所逃亡，那些曾经在开国之初饮马瀚海的无敌之师，如今大多已沦为军阀的私奴或田间的幽盟。就在这一年，秦良玉降生在四川中州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秦桧是一位饱读诗书却绝不迂腐的贡生。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裹小脚之风已逐渐在士大夫阶层蔓延的年代，秦桧仿佛拥有一种穿透时代迷雾的悲剧性先见之明。他站在中州的长江边，看着江面上往来穿梭的官船与商贾，敏锐地嗅到了繁华气味下隐匿的血腥与乱世气息。他深知，一旦天下有变，那些纸上谈兵的八股文章救不了命。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违背时代常理的决定，让女儿与兄弟们一同习文练武。秦良玉的少女时代，没有女工刺绣的婉约，没有深闺阁楼的幽怨，只有兵法阵图的深邃和弓马骑射的凌厉。秦桧曾看着这个在演武场上挽弓如满月、见气动四方的女儿，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叹息她为何不是个男儿身，若为男儿，定能封侯拜将。而年轻的秦良玉收起长剑，眉宇间透着远超年龄的沉静与锋芒，给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回答：时而长兵柄，夫人不及也。这句话不仅是对父亲的宽慰，更像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谶语，也是一封提前写给大明王朝的战书。宿命的齿轮在西南的崇山峻岭间开始转动。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秦良玉的命运迎来了一次极其剧烈的折叠。她没有选择中原腹地的才子佳人，而是嫁给了石柱宣抚使马千成。石柱，这片隐藏在巴蜀深山中的险恶之地，山高谷深，云雾终年不散，民风彪悍，世代由土家族土司统治。这段婚姻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或许是不入流的下嫁，但却将一个深受中原儒家正统兵法思想熏陶的奇女子与西南骁勇善战、带着蛮荒血性的土家族命运紧紧捆绑在了历史的战车上。初入石柱，山峰林列，中原的礼教在这里被原始的丛林法则撕得粉碎。秦良玉没有退缩进土司府的内宅，成为一个养尊处优、
只懂相夫教子的夫人。她脱下汉服，换上戎装，与丈夫马千成一起跨上战马，巡视那一座座隐匿在云雾中的山寨。她用中原的纪律约束土家族勇士的野性，又用土家族的彪悍重塑了兵法的杀伐。正是在这片险恶的群山中，夫妻二人锻造出了一支日后让大清八旗铁骑都闻风丧胆的传奇军队——百杆兵。这支军队的武器是中国冷兵器史上极具智慧与杀伤力的绝作。秦良玉就地取材，命人砍伐巴蜀深山中坚韧无比且富有弹性的白蜡木，做成枪杆。枪不用红缨装饰，而是保留了木质本色的苍白，枪头上配有带刃的弯钩，枪尾则系着坚硬的铁环。这不是用来仪仗摆设的兵器，而是纯粹的杀人利器与行军神器。在西南崇山峻岭间行军时，前军用枪头的钩子死死勾住树根或岩石向上攀爬，后军则将枪头的钩子挂在前军枪尾的铁环上，借此借力。千军万马在悬崖峭壁间结成一条白色的巨龙，如同猿猴般飞越天险；而在平地列阵时，长矛如林，钩连交错，这又是一座刀枪不入且能轻易割裂敌军战马咽喉的荆棘森林。秦良玉将中原的军阵之法与西南的蛮荒野性完美融合，赋予了百杆兵如同群狼般的纪律与撕咬力。此时的他或许尚未预料到，这支为了保卫家园、震慑群藩而生的百杆兵，日后会成为替整个大明王朝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帝国极品。百杆兵的第一次饮血，也是秦良玉命运交响曲的第一个激昂重音，发生在公元1599年。这一年，蛰伏在西南边陲的宣慰使杨应龙掀起了震惊朝野的叛乱，史称万历三大征之一。杨应龙拥兵数十万，占据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天险。明朝廷大为震怒，调集大军进剿。然而九舒战阵的中原正规军在西南闷热潮湿、瘴气弥漫的原始丛林里，面对熟悉地形的叛军，犹如盲人瞎马。官军屡战屡败，尸横遍野，原本就空虚的国库在无休止的消耗战中见底。在帝国正规军束手无策、统帅们一筹莫展之际，一道秦王诏书送到了石柱。马千成与秦良玉没有犹豫，率领着3000百杆精锐奉诏出征。在遮天蔽日的西南丛林里，朝廷的官军怯懦不前，死气沉沉，而25岁的秦良玉胯下桃花马，手执百杆长矛，一身银甲，在连天的烽火与幽暗的林间折射出冷冽的光芒。在攻打叛军重镇邓湖的惨烈战役中，面对敌军居高临下的箭雨和滚木，秦良玉亲率500百杆精锐，如同500道白色的闪电，借着夜色的掩护，直插叛军的心脏。史书上用极其简练却震撼的笔触记录了这一幕：良玉乘桃花马，执百杆矛，回合奋击，所向披靡。百杆兵的钩镰枪在乱军中上下翻飞，枪尖刺穿胸膛，弯钩割裂咽喉。他们不仅拿下了敌军首领的头颅，更撕裂了播州叛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随着战局的推进，百杆兵的战法让所有朝廷将领瞠目结舌。在攻打陡峭的山寨时，百杆兵首尾相连，如同一张巨大的白色蛛网，迅速攀上绝壁，在叛军绝望的惨叫声中连破七寨。当平叛大军最终捣毁杨应龙的老巢海龙屯时，石柱百杆兵的战功位列全军第一，他们脚下的土地被叛军的鲜血浸透。大捷的捷报传回京城，万历皇帝龙颜大悦，一面御赐的女中丈夫银牌，跨越千山万水送到了秦良玉的手中。这是对这位年轻女将最高的赞誉，她在阳光下闪烁着无上的荣光，却也在暗中化作了套在她脖颈上至死方休的忠诚枷锁。
而历史的残酷也正在于此，它总是用最荒诞、最卑劣的方式去摧毁那些最纯粹的信仰。白杆兵在西南丛林中被帝国拼死搏杀，换来的不是朝廷长久的倚重与封赏，而是构陷与背叛。公元1613年，一阵腥风血雨吹到了平静的石柱。此时的万历皇帝为了搜刮天下财富以充实内库，供自己挥霍，派出了大批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前往全国各地。这些手握皇权的无根之人，如同贪婪的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来到西南的太监邱成云，听闻了石柱在平叛中的威名，更垂涎石柱深山中可能隐藏的财富，便傲慢地向马千成勒索巨额贿赂。刚直的马千成，一位在播州毒帐中九死一生都没有倒下的大明忠臣，面对阉党的勒索断然拒绝。他以为天下自有公道，却不知在这个帝国里，皇帝的贪欲才是唯一的铁律。恼羞成怒的邱成云立刻罗织罪名，恶毒陷害马千成，图谋不轨。很快，冷酷的锦衣卫踏破了石柱的宁静，马千成就这样被带上沉重的铁索，从他誓死保卫的西南故土，被一路押解到了千里之外阴森恐怖的京城赵狱。马千成在阴暗潮湿、散发着血腥与恶臭的牢房里经受了严刑拷打，他的伤口溃烂，没有药物，只有狱卒的冷眼与太监的狞笑。在无限的悲愤与绝望中，这位壮年土司病死狱中。这是一个何等讽刺、何等让人心碎的时刻！帝国的栋梁没有死在敌人的刀锋下，却死在了主子贪婪的欲望里。当马千成惨死赵狱，尸骨难还的噩耗传回石柱，整座大山都沸腾了。连绵的阴雨像洗不尽的血水，几千名经历过尸山血海的白杆兵将士们双目泣血，群情激愤，拔出腰间的长刀，将大都督府的青石板砍得火星四溅。只要秦良玉一声令下，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举起白杆枪，将怒火烧向那个远在天边昏庸腐朽的朝廷。在西南这片土地上，山高皇帝远，土司拥兵自重，因怨造反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前有杨应龙，后有无数蠢蠢欲动的部族首领，更何况杀夫之仇不共戴天。此时的秦良玉正孤身一人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的手中紧紧攥着那枚万历皇帝御赐的女中丈夫银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一面是丈夫惨死的血海深仇与朝廷的昏庸无道，一面是自幼深植于骨髓的忠君爱国的儒家正统教诲，是中原文化赋予他的天下苍生之念。在那个漫长而死寂的黑夜里，秦良玉独自跪在丈夫的灵位前，没有哭泣，只有死一般的沉默。天亮时分，当他推开沉重的大门，面对门外黑压压、双眼喷火的数千将士时，他做出了一个极其痛苦、伟大却又极具古典悲剧色彩的决定。他没有反，他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硬生生压下了几千将士的滔天怒火，将所有的血泪、冤屈与恨意咽下喉咙，和血吞入腹中。她毅然接过了丈夫留下的宣抚使印信，带领石柱宣抚使之职。从那一刻起，那个年轻气盛、胯下桃花马的妻子死去了，重生的是一位被宏大悲剧意识包裹的帝国守护者。他所效忠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冷酷自私的朱家皇帝，而是他心中那个名为华家的文化图腾，是那份不可名状、不容一足践踏的天下大义。他要用一种最决绝的方式向世人证明，朝廷可以负他，但他绝不负天下。就在秦良玉独自咽下丧夫的苦果，在巴蜀的重重迷雾中默默舔舐伤口的同时，大明王朝在辽东的防线正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公元1619年，
那是一个连史书的纸页都透着刺骨寒意的年份。萨尔浒之战爆发，明军倾举国之力的4路大军，在努尔哈赤的8旗铁骑面前，犹如纸糊的堡垒，一触即溃，惨败收场。几万精锐之士的鲜血，将辽东的黑土地染成了斑驳的暗红。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撼，万历皇帝在深宫中发出了绝望的叹息。辽东局势危如累卵，帝国内本就千疮百孔的北方门户，此时已是四面漏风。在无将可用、无兵可调的绝境下，朝廷惊恐万状地向全国各地发出了10万火急的秦王诏书。这道带着帝国恐慌与哀求的诏书，跨越千山万水，递到了石柱宣抚使的大堂之上。对于秦良玉而言，这本该是一个绝佳的复仇时刻，或者至少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理由。她的丈夫马千成，那个为大明流过血的忠臣，刚刚在6年前被这个朝廷的太监构陷，惨死在阴暗的诏狱之中。换作任何一个常人，面对仇人的求救，即便不落井下石，也断然会以西南边陲路途遥远、兵力不足为由婉言拒绝。然而秦良玉没有丝毫的迟疑，更没有借机发泄对朝廷昔日薄待的怨毒。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个人的恩怨与家族的血泪，在天下与华夏这个宏大的道德命题面前，被他以一种近乎残酷的理智强行碾碎。他毫不犹豫地倾尽石柱的全部财力，甚至变卖了家族世代积累的田产与家室，只为筹集那本该由朝廷拨发的军饷。他雷厉风行地集结了一支由1万名土家族勇士组成的百杆兵精锐。公元1620年，46岁的秦良玉亲手将大明残破的战旗交到了他的亲哥哥秦邦平、弟弟秦民平的手中。他站在石柱的山口，目送着这支带着西南泥土与草木气息的骑兵，踏上了前往极北苦寒之地的漫漫征途。这是一场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版图的宿命远征，南方的藤牌与白蜡杆即将与北方的重甲与战马在冰天雪地中展开一场生与死的惨烈碰撞。公元1621年，满洲8旗的大军如同一股无法阻挡的黑色狂潮，席卷了辽东重镇沈阳。沈阳既失，辽阳震动。为了夺回沈阳，或者仅仅是为了给帝国留存最后一点尊严，浑河之战在冰封的河面上惨烈爆发。这是大明帝国在辽东大地上最后一次成建制、有尊严的抵抗，也是百杆兵建军以来面临的最为恐怖的一场血战。当时的浑河两岸，冰雪未消，朔风如刀，切割着南方士兵们单薄的衣甲。后金数万重甲铁骑，携着连胜的余威和屠城的嗜血，铺天盖地地向明军阵营发起了冲锋。战马的铁蹄踏碎了浑河的冰面，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在明军各部或一触即溃，或在远处山头冷眼旁观的绝境中，秦邦平率领的数千百杆兵在浑河桥北的旷野上默默地结成了视死如归的方阵。没有退路，没有援军，这群一辈子只在巴蜀深山里攀岩越岭的土家族汉子，将锋利的百杆枪斜指向灰暗的天空，宛如一片在冰雪中怒放的荆棘林。当八旗军的战马带着巨大的动能撞入阵营的那一瞬间，想象中的单方面屠杀并没有发生。西南勇士们没有后退半步，他们用百杆枪头上的弯钩死死勾住高速冲锋的八旗骑兵的重甲，凭借着木杆极强的韧性，将他们连人带马生生拽倒在地。随后身后的战友迅速跃起，用枪尾坚硬的铁环狠狠砸碎敌人的头颅。后金的军队从未见过如此悍不畏死、战法诡异的步兵。在百杆兵那密不透风的阵型前，骄横的八旗精锐竟然层层倒下，尸体堆积如山，鲜血在极寒中迅速凝结成冰。
八旗军引以为傲的铁骑冲锋，在这支西南偏师面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然而，这终究是一场令人窒息的寡不敌众的绝望之战。在孤立无援的旷野上，百杆兵的体力被敌人无休止的车轮战冲锋一点点耗尽。更为致命的是，后金军队调来了刚刚从明军手中缴获的重炮，对着密集的百杆兵方阵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轰击。血肉之躯终究抵挡不住钢铁的撕裂，阵型被炸开了一道道血肉模糊的缺口，但没有一个人逃跑。秦邦平在乱军中身中数十箭，依然拄着折断的百杆枪怒视敌阵，最终力战殉国。数千百杆兵在这片陌生的北方冰原上几乎全军覆没，他们的鲜血流淌进浑河，将坚厚的冰层染成了触目惊心的暗红色，仿佛是在为这个薄情寡义的帝国流尽了最后的一丝生机。当浑河全军覆没，兄长战死的血报伴随着塞外的凄风苦雨传回京城时，朝野为之震动，无数文官发出了廉价的叹息。而此时正在亲自率领第二批援军北上途中的秦良玉，听闻噩耗，犹如万箭穿心。命运对她何其残忍！她的丈夫死在了大明的阴暗监狱里，她最敬爱的兄长死在了为大明尽忠的冰河畔。这个腐朽的王朝仿佛一个巨大的深不见底的黑洞，贪婪地吞噬着他身边最亲近最鲜活的生命。但这无尽的悲痛并没有击垮这位女将军，反而将她的灵魂淬炼得如同一柄出鞘的绝世利刃。她没有回川，没有哀嚎，而是默默地披麻戴孝，接管了从浑河血战中拼死突围出来的残兵。他亲自统领着这支哀兵驻守在榆关的城头。在那一刻，站在长城残破垛口上的秦良玉满头青丝在塞外狂风中飞舞，他的身后是摇摇欲坠歌舞升平的万里江山，他的眼前是虎视眈眈磨刀霍霍的塞外恶狼。可是大明帝国的丧钟从来不会只在一个方向敲响。正当秦良玉率领着劫后余生的百杆兵残部，在极北苦寒之地为帝国苦苦死守大门之时，帝国的后院却燃起了熊熊烈火。四川永宁宣抚使佘崇明，一个野心勃勃的土司，趁着四川精锐进出阜辽，内部空虚之机，在重庆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叛乱，史称佘安之乱。佘崇明的叛军势如破竹，连克数十个州县，不仅将繁华的重庆府化为焦土，更将10万大军的兵锋直指四川的心脏成都。整个巴蜀大地顿成阿修罗场，朝廷派驻在四川的巡抚、总兵皆是纸上谈兵之辈，面对凶悍的叛军望风而溃，要么死于乱军之中的屠刀下，要么紧闭城门泣血求援。一个庞大帝国的荒诞与可悲在这一刻暴露无遗。当朝廷将西南边陲最后一点能够倚仗的忠勇之士抽调至数千里之外的辽东当炮灰时，却惊恐地发现自己连镇压内部叛乱、保卫西南腹地的力气都已丧失殆尽。面对西南故土的惊天巨变，朝廷的800里加急文书带着几近哀求的姿态再次送到了驻守在北方的秦良玉案头。而与此同时，另一波使者也悄然抵达了秦良玉的军营。那是叛军首领佘崇明派来的密使，带着丞相的黄金蜀锦，以及一份瓜分巴蜀、裂土封王的诱人蓝图。佘崇明并不蠢，甚至可以说是深谙人性。他清楚大明朝廷是如何对待秦良玉的家族的。在佘崇明看来，这个被朝廷榨干了血肉、受尽了天下最深重委屈的土司夫人，只需轻轻一推，就会名正言顺地站到复仇者的阵营里，与他共分天下。这是一个充满着极致诱惑与绝对理性的选择题。换作任何一个被仇恨蒙蔽双眼的军阀，都会毫不犹豫地接下那些黄金、
拔出刀剑，指向那个腐朽透顶的皇权。然而，在秦良玉的中军大帐内，面对满地金灿灿的贿赂和密使巧舌如簧的游说，秦良玉的眼中没有泛起一丝贪婪或动摇的波澜。大帐内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火盆里的木炭发出爆啪的声响。秦良玉缓缓抽出了腰间那把饮过无数滴血的长剑，在密使惊恐万状的目光中，他手起剑落，血溅无步。他将密使的头颅高高挑起，向全军下达了拔营回川、死战平叛的死命令。他依然没有反，不仅没有反，他还要用仇人送来的头颅作为祭品，去擦亮大明王朝那面已经暗淡无光、残破不堪的战旗。这种偏执的忠诚，超越了世俗的恩怨计算，升华成了一种具有浓烈古典悲剧意味的道德训导。他守护的不是朱家的天下，而是华夏的秩序，是黎民百姓免受战火荼毒的底线。重返西南这片潮湿险峻的土地，白杆兵仿佛重新找回了被抽离的灵魂。他们太熟悉这里的崇山峻岭、云雾毒瘴了。在救援成都的战役中，秦良玉再次展现出了他卓越的军事天才与悍不畏死的统帅魅力。他深知自己兵力有限，若是与10万叛军在成都平原上进行消耗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他充分利用白杆兵翻山越岭、如履平地的优势，舍弃大道，走绝壁，穿密林，如同神兵天将般突然出现在叛军防守薄弱的后方营寨。当白蜡赶上那锋利的钩镰，在迷雾中闪烁出死神的寒芒，当土家族勇士震天动地的战吼在山谷中回荡时，佘崇明的叛军终于体会到了八旗铁骑曾经历过的绝望。秦良玉一马当先，手中长枪如白龙出海，率军连破新都、红牌等叛军重要营寨，硬生生在密集的包围圈中撕开了一道血口子，解了成都之围。紧接着，他没有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调转枪头，顺江而下，直扑被叛军重兵把守的西南重镇重庆。收复重庆之战是秦良玉军事生涯中最为壮烈也最为惨痛的一战。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城防坚固，依山傍水，易守难攻。叛军占据着高处的城墙，据险死守，箭矢与滚木如暴雨般倾泻而下。秦良玉亲临前线，在江岸边的高台上擂响了震天动地的战鼓。在隆隆的鼓声中，白杆兵冒着枪林弹雨强渡长江，水面上漂浮着残破的战船和嫣红的血水，江风腥咸。而在对岸陡峭的城墙下，白杆兵再次施展了他们的攀城绝技。他们用白杆枪尾的铁环相互勾连，搭起了一架架通向城头的人肉长梯。在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伤亡代价后，大明王旗终于在硝烟弥漫中重新插在了重庆的城头。但命运的诅咒似乎永远不肯放过这个为国尽忠的家族。在收复重庆后，为了彻底肃清叛军的残部，战火在巴蜀的群山中绵延了数年。公元1624年，秦良玉的弟弟秦民平，那个曾随他远赴辽东，在浑河血战中幸存下来的勇士，在退兵途经一处险隘时，遭到了叛军重兵的伏击。在乱箭横飞、刀光剑影的拼死突围中，秦民平身中数刀，血尽而亡，战死沙场。秦良玉的2个侄子也在这场伏击中身负重伤，险些丧命。丈夫冤死狱中，兄长血染冰河，弟弟战死深山。秦良玉生命中最重要、最亲密的3个男人，全部化作了大明王朝苟延残喘的垫脚石。当秦良玉在阴冷的军帐中默默抚摸着弟弟冰冷的尸骨和残破的铠甲时，他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不是因为冷血，而是因为他的眼泪早已在浑河的冰雪和赵玉的阴暗中彻底流干了。
那一刻，所有的软弱都被抽离，他只剩下了一副被无尽的责任和沉重的忠诚锻造的如钢铁般坚硬的躯壳。在这具躯壳里，跳动着一颗属于那个时代最悲壮、最孤独的灵魂。时间犹如一条冰冷的暗河，无情地冲刷着巴蜀大地的血迹与辽东冰原的残骨。当历史的指针在凄风苦雨中艰难地推移到崇祯2年时，大明帝国迎来了他生命倒计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死神叩门，史称己巳之变。那一年，后金大汗皇太极犹如一头狡猾而饥饿的草原孤狼，率领着10万8骑精锐，绕过了由袁崇焕重兵把守、坚不可摧的宁远防线。他们借道蒙古，踏破冰雪，从喜峰口、遵化一带的长城隘口长驱直入。大明帝国的北方屏障瞬间被撕裂，满洲铁骑的马蹄声第一次毫无阻挡地轰响在北京城下的旷野上。京师戒严，九门紧闭，天下震动。紫禁城深处，年轻的崇祯皇帝在幽暗的大殿里惊慌失措。他连下多道金牌诏书，急令天下兵马进京勤王。然而此时的帝国机体早已病入膏肓，各路总兵将帅，那些平日里高谈阔论、识取众禄的精致之师，多是畏敌如虎，在京畿外围观望不前，更有甚者拥兵自重，坐看京城危机，等待着朝廷开出更高的价码。就在大明王朝的中央中枢几乎陷入孤立无援、令人窒息的绝境之时，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四川石柱，一位已经55岁、鬓边早已染满白霜的女土司，再次披上了她那套布满刀痕与岁月沧桑的银甲。得知京师危急，秦良玉没有抱怨朝廷多年的刻薄寡恩，没有顾及自己已过半百的年纪，更没有联系刚刚平息战火、疲惫不堪的白干部曲。在他的世界里，国难当头，从来就没有权衡二字。他毫不犹豫地散尽家财，倾其所有充作军饷，点齐了3000名最为精锐的白杆兵，亲自统领大军，日夜兼程，开启了一场名垂青史的千里勤王。这是一条何等漫长而悲壮的路途！如果你在历史的余音中闭上眼睛，仿佛能听见那3000双草鞋踏过西南栈道的空谷回响，听见马蹄碎裂冰雪的悲鸣。从蜀道之南，南于上青天的重重深山，跨越千山万水，顶着刺骨的北国寒风，直抵危机四伏的京畿重地。当那些衣甲鲜明却畏缩不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朝廷大军，看到这支风尘仆仆、装备简陋却透着凛冽杀气的西南偏师出现在北京城外时，无不为之动容，甚至感到深深的羞愧。秦良玉的到来，就像是在大明帝国即将彻底熄灭的冰冷火盆里，投入了一块燃烧着烈火的赤炭。他将大军驻扎在京师城外，与八旗军遥相呼应。白杆枪林立在北方的风雪中，枪头的弯钩闪烁着死神的光芒。虽然并未发生改变战局的大规模决战，但白杆兵当年在浑河血战中那悍不畏死、令人毛骨悚然的威名犹在。后金军对这支曾经让他们付出惨痛代价的西南骑兵颇为忌惮，不敢轻举妄动。加之各地援军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陆续赶到，皇太极见无机可乘，最终只得在饱略一番后悻悻撤军退走。京师之围终告解除。这是秦良玉一生中最辉煌、最受瞩目的高光时刻，却也是大明王朝落日余晖中最后的回光返照。崇祯皇帝，这位生性多疑、一生都在猜忌与杀戮中度过的君主，在度过了亡国的巨大恐惧之后，在紫禁城的平台之上，给予了这位救驾有功的西南老将最高规格的礼遇。平台召见，酒肉犒赏，
大殿内香烟缭绕，群臣肃立。崇祯皇帝端坐在龙椅上，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位满面风霜、白发苍苍却依然挺拔如松的女将军，心中不知是愧疚、震撼还是深深的悲凉。这位高高在上的帝王竟然破天荒地放下了天子的威严，亲自挥毫泼墨，写下了4首御制诗赐予秦良玉。其中那句传唱千古的“蜀锦征袍自检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这字字句句不仅是对秦良玉一生戎马、忠肝义胆的最高褒奖，更是对满朝文武怯懦无能、误国误民的无情鞭挞。金碧辉煌的大殿上，御赐的诗篇熠熠生辉，百官的阿谀奉承之声不绝于耳。秦良玉站在了帝国权力与个人荣誉的巅峰，但在那件华美的蜀锦征袍下，她的内心或许比塞外的冰雪还要寒冷。在这片赞美声中，她听不到丈夫的呼吸，看不到兄长的笑脸，寻不回弟弟的英姿。她太清楚了，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耀是用丈夫在诏狱中的冤死、兄长在浑河的残躯和弟弟在深山中的鲜血一滴一滴换来的。而她穷尽一生，献祭了所有至亲去守护的这个庞大帝国，早已在内忧外患的交相煎熬中千疮百孔。那些御赐的墨宝再珍贵，也无法修补帝国崩塌的国库；那些平台上的赞歌再嘹亮，也掩盖不住中原大地四起的流寇与塞外日渐逼近的铁蹄。再多的白蜡杆，再勇猛的土司女将，终究撑不起这片即将彻底坍塌的苍穹。繁华褪去，只剩下一声沉重的历史叹息，在紫禁城的红墙黄瓦间久久回荡。崇祯皇帝那带着玉炉香气的墨迹尚未干透，大明帝国的丧钟已然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轰然回荡。当秦良玉带着北京城头赐予的无限荣光与满心悲凉，跨越千山万水返回西南故土时，他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土司的局部叛乱，而是一场席卷整个华夏大地的末日狂潮。公元1630年之后，中原连年大旱，赤地千里，蝗灾肆虐。李自成与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如同燎原之火，将这个气数已尽的王朝烧得千疮百孔。如果说辽东的后金铁骑是悬在帝国头顶，随时准备劈下的利刃，那么内部的流寇则是掏空帝国五脏六腑，让其痛不欲生的猛毒。秦良玉这位年近花甲的女将，刚刚在北方的冰雪中用残躯为帝国挡下致命一击，转眼又要将残破的百杆兵投入到无休无止的内战泥潭之中。大明王朝就像一个濒死的巨兽，在临终的抽搐中依然贪婪地吸吮着他身上最后一滴忠诚的血液。公元1640年，流寇首领张献忠率领数十万大军如蝗虫般涌入四川，巴蜀大地再次沦为尸山血海的修罗场。此时的秦良玉已经是一位66岁的老人，他的满头白发在西南的瘴气风雨中显得格外刺眼，但握枪的手依然沉稳。面对势不可挡的起义军，深谙兵法，久历战阵的秦良玉向当时的四川巡抚邵杰春提出了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防御计划。他敏锐地指出，张献忠虽然兵力庞大，但流寇作战最大的致命伤在于粮草不济，缺乏后勤。因此，四川军民应当据险死守，扼守注入川的各大天然关隘，同时实行坚壁清野，让敌军在崇山峻岭中寸步难行，待其疲惫断粮、军心涣散时再伺机反击。这本是弱势兵力对抗如潮敌军的唯一胜算，是保全巴蜀大地的最后一道良方。然而，傲慢且极其无能的明朝文官邵杰春却对这位土司老妪的气血建议嗤之以鼻。在那个文贵武贱的僵化体制下，一个深锁深山的妇人
纵然有天大的军功，纵然曾被皇帝亲自赋诗赞颂，也无法撼动正统文官那刻板而盲目的决策权。邵杰春为了推卸防守失利的责任，强令秦良玉放弃险要，率领刚刚重建不久，仅有3万人的白杆兵下山，前往无险可守的夔州，与张献忠的数十万大军进行正面决战。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全军覆没的战役。当3万名装备简陋的白杆兵在夔州地界迎头撞上如海啸般涌来的张献忠大军时，秦良玉的内心或许已经陷入了死灰般的绝望，但他依然拔出了那柄陪伴了他大半生的长剑。桃花马换成了战车，苍白的鬓发在烈烈西风中狂舞，白蜡杆的钩镰再次扬起，西南的勇士们用血肉之躯在敌阵中撕咬出一条条血路。个人的勇武在绝对的兵力悬殊和主帅的瞎指挥面前，犹如螳臂当车。激战数日，白杆兵在敌军无休止的冲锋下伤亡殆尽。当秦良玉最终在绝境中拼死突围时，身边仅剩下几匹残马和数十名亲兵。当他浑身浴血，跌跌撞撞地退回石柱时，3万子弟兵的尸骨早已铺满了夔州的荒野。那一天，秦良玉站在石柱的最高处，望着满目疮痍、烽烟四起的巴蜀大地，放声大痛。这是他一生中极少展露的软弱时刻。他哭的不仅是死去的白杆子弟，更是这个已经彻底腐朽、不值得他再为其流血，却又将他逼入绝境的王朝。邵杰春的愚蠢不仅葬送了四川最后一道屏障，也彻底打断了大明帝国在西南的脊梁。历史无情地碾压过所有的忠诚与挣扎。公元1644年，甲申之变，北京城破。崇祯皇帝在眉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恣意殉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在凄风苦雨中轰然倒塌。消息传到偏远的石柱，秦良玉换上素服，面朝北方，痛哭失声。失去了精神图腾的天下瞬间分崩离析。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残酷的杀戮之气笼罩了整个四川。而在北方，清军入关，铁蹄南下，南明小朝廷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此时的张献忠为了彻底控制四川，向各地土司发布了极其强硬的招降令。许多曾经高喊忠君爱国的大明将领和士大夫纷纷在屠刀下俯首称臣，换上了新朝的衣冠。张献忠派人给秦良玉送来了大西政权的印信，企图用威逼利诱让这位西南威望最高的女将低头。这是一个比当年面对佘崇明时更加残酷，也更加令人绝望的选择。大明已经亡了，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都死了，连中原的道学先生们都在争先恐后地改换门庭。一个偏安深山、已经70岁的土司老妇，还有什么理由去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朝廷尽忠？然而，秦良玉却做出了他此生最后也是最决绝的一次抗争。他在大堂上当着所有石柱将士的面，将张献忠的印信狠狠砸得粉碎，声如洪钟地立下誓言：我兄弟2人都战死沙场，我一个妇人受国恩20年。到现在这种地步，也敢与贼势不两立。这番话如洪钟大吕，震彻山谷。他下令在石柱的各个关隘修筑堡垒，囤积粮草，将这座大山变成了一座不可撼动的孤岛。在张献忠的屠刀几乎砍遍了整个四川的黑暗岁月里，石柱竟然奇迹般地成为了巴蜀大地上唯一一块没有被叛军铁蹄践踏的净土。无数不愿降贼的难民和残兵败将涌入石柱，在秦良玉的羽翼下寻求庇护。此时的他褪去了将领的杀伐之气，更像是一位古老的华夏大母神。在王朝覆灭的废墟上，他用自己羸弱的残躯
为汉家衣冠撑起了最后一把带血的保护伞。公元1648年，南明永历2年，远在福建的龙武帝和两广的永历帝都曾试图在残山剩水中寻找一丝精神慰藉，他们下旨册封这位传奇女将，加封她为太保兼太子太保、忠贞侯。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凭借赫赫战功被封侯的女将军。但这些迟来的虚名，对于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这一年的深秋，75岁的秦良玉在一次检阅百杆兵的演武之后，于是住的大都督府内平静地闭上了双眼。他死后，没有震动天下的国葬，只有巴蜀群山中48座真假难辨的遗冢，将这位一生戎马的奇女子永远藏匿于历史的迷雾之中。当大明王朝的硝烟彻底散尽，拨开那些冰冷的纪年与血腥的战阵，再去凝视秦良玉的一生，便会发现她存在的本身就是明末历史上一道最为锐利也最为悲凉的隐喻。这道隐喻首先无情地刺穿了那个庞大帝国引以为傲却早已腐朽不堪的制度外衣。300年的大明以理学立国，将男尊女卑的纲常伦理化作无形的枷锁，牢牢套在天下千万女子的颈项上。可就是这样一个极度排斥女性力量，将女子无才便视得奉为圭臬的巅峰男权政权，在他大厦将倾，遭遇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满朝冠冕堂皇的文武百官，数以百万计的精致之师，竟皆如风中枯草般一触即溃。最终，这个高高在上的帝国不得不一次次低下头颅，向西南深山中一位非汉族正统出身的土司妇人求救。秦良玉那赫赫的战功和浸透鲜血的白蜡感，是对晚明那个文田武息、怯懦自私且党争不断的官僚集团最无情、最响亮的一记耳光。他以一己之力，将大明帝国以文治武的荒谬以及正规军防线的全面破产，赤裸裸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进一步去探寻他的内心，秦良玉的命运更折射出一种古典英雄在末世绝境中的悲歌。有人苛责他陷入了封建礼教的愚中，认为他一生都在为一个杀夫、杀兄、杀弟且昏庸无道的腐朽政权卖命。他的牺牲是受了传统思想洗脑后的盲目。但秦良玉的忠，绝非仅仅是对朱明皇室某一个具体帝王的盲从。作为一个深受汉文化底蕴熏陶的女子，她所拼死捍卫的是她心目中那个代表着文明、秩序和伦理纲常的华夏大义。在那个天崩地裂、礼崩乐坏的末世，面对关外异族的铁骑和内部流寇的无差别屠戮，大明朝纵然再昏暗、再刻薄，却也是彼时唯一能承载这份文化认同与汉家衣冠的实体容器。他的悲剧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在面对时代绝症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他并非看不透朝廷的腐朽，而是他在凝视深渊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用自己的血肉去填补深渊。正是这种超越了性别、跨越了个人私怨的纯粹道德力量，让秦良玉在修饰极其严苛的古代中国生生撕开了一道无法被掩盖的裂缝。清朝乾隆年间，当新朝的史官们提笔编纂明史时，尽管秦良玉曾是抗击清军的死敌，但他们依然被他穿透时空的人格魅力所彻底折服。这些遵循传统正统史观的文人，违背了历代正史将女性一律色入列女传以彰显节烈的森严铁律，破天荒地将秦良玉与历代名将并列，庄重地写入了专为王朝肱骨重臣谱写的明史列传。这是浩瀚的24史，数千年正史长河中唯一一位作为独立主将被载入将相本纪的女性。无论你此刻是正行驶在夜雨绵绵的公路上，还是在微凉的夜色中整理一天的疲惫，
亦或是在静谧的床榻前等待安眠，钱良玉的名字都像是一首低回婉转却又慷慨激昂的历史摇篮曲。这首曲子穿越了400年的风沙，在岁月的深谷中久久回荡。她以女子的柔弱之躯扛起了整个时代坍塌的重量。她没能逆天改命去拯救大明，但她却在末世的血雨腥风中，为中国古代女性在正史的宏大叙事里永远地夺下了一席无可撼动的尊严。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